为了向男友表达心意，女孩不惜忍着剧痛，在自己的身上纹上了两人专属的定情玫瑰花。你干嘛不打麻药啊？这样多疼啊！我要让你看着我有多疼，就有多爱你。女孩叫刘梅，长相艳丽，是10里8乡远近闻名的大美人。而画面中这个跟她立下山盟海誓的帅小伙名叫廖峰，两人打小青梅竹马，感情十分稳定。可这一切都随着刘梅父亲的一场大病而发生了巨变。自知时日无多的刘父希望女儿跟廖峰能尽快成婚，以了却他的一桩心事。刘梅对此也无异议，毕竟她早就决定非廖峰不嫁。可让人万万料不到的是，临到头时，廖峰竟然犹豫不决起来。廖峰觉得自己家境贫寒，工作又不稳定，没办法让刘梅过上好日子，于是决定先到北京闯一闯，等干出一番事业后再回来娶刘梅。怎料刘梅一听这话，顿时怒火中烧，觉得廖峰根本就没想过娶她，这些不过就是他的借口，于是当场跟廖峰提出了分手，两人就此分道扬镳。可命运对他们的折磨才刚刚开始。2年后，廖峰带着几万块存款回到老家，买了一辆小车，准备跑货运。可刚一回村，他就听说刘梅已经嫁给了村里的主任徐鹏。徐鹏相貌平平，为人阴险，在村里口碑极差，而且年龄足足大了刘梅1轮。廖峰不理解刘梅为什么会嫁给这样的人，而当他再次找到昔日情人时，才惊奇地发现，当初那个娇艳欲滴的漂亮女孩，如今已然面色无光，犹如行尸走肉。而看着突然出现的廖峰，刘梅心里也是复杂万分。廖峰当然知道刘梅嫁给徐鹏是有苦衷的，然而还没等他问个清楚，徐鹏就回来了。刘梅看见徐鹏，当场吓了个机灵，担心徐鹏知道廖峰的身份，刘梅故意抬高了声音，假装给廖峰指路，并偷偷使眼色，恳求廖峰离开。廖峰本不愿配合，但看着刘梅紧张的模样，他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，最终只能先行离去。而事实上，刘梅之所以如此惧怕徐鹏，皆因徐鹏有酗酒家暴的恶习。这么酸呢？谁让你往那么多处的啊？一个败家娘们！你就穿着衣服在外边晃啊？你给谁看呢？衣服好好的，没人看。没人看？你说穿成这样，啊？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呢？啊？没结婚你就已经不是黄花大闺女了。你看看你，谁正经人往身上扔这东西啊？看了就恶心我。刘梅婚前失贞，徐鹏本就接受不了，而他身上的这道纹身更是不断地刺激着徐鹏的怒火。为此，徐鹏经常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辱骂殴打刘梅。刘梅的日子是苦不堪言，但为了守住一个秘密，她也只能默默忍受。直到前男友廖峰的出现，终于让这一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第2天，廖峰在田间蹲到了正要下地干活的刘梅，这次他无论如何都不想再放手了，可刘梅却对他阴阳怪气起来。北京不是好吗？他回来干什么？我后悔了，北京再好，没有你他什么都不是。你闭嘴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我知道，我还知道他打你，我就是为了这个回来的。你跟他在一起还干什么啊？跟我走吧，啊？走哪儿去啊？徐鹏的叫声打断了两人，他走上前来，仔细地打量着廖峰，认出了他就是昨天问路的那个男人，当即质问刘梅他是谁。刘梅眼神躲闪，心虚地说廖峰只是以前的一个朋友，却不料廖峰直接摊牌了。男朋友，廖峰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我是他丈夫，他已经结婚了。识相的话，赶紧滚蛋！你看着就像是他爸似的，你看你可以跟他在一块吗？啊，打老婆算什么本事？啊，有种跟我打呀！来呀！廖峰边说边挽起袖子，徐鹏看着他的手臂，顿时瞪大了双眼，这玫瑰刺身竟跟妻子身上的一模一样。廖峰见状，则得意洋洋地向徐鹏介绍起纹身的来历。刘梅20岁生日，我们俩一起纹的，这叫定情纹身。闭嘴，廖峰！
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认识你，我跟你早没关系了，你别来烦我。刘梅当着徐鹏的面怒斥了廖峰一番，显然是在向他表明自己的立场。可徐鹏却并不领情，一回到家就狠狠地扇了刘梅一巴掌。人都领家里来了，还他妈骗我说是问路的，说，恶心玩意儿，是不是还贱的小畜生啊？来找过你几次了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刘梅说这是她跟廖峰分手后第一次见面。就在徐鹏还在犹豫要不要信她的话时，刘梅的手机铃声竟又响了起来。徐鹏拿起手机一看，是廖峰发来的暧昧短信。这一下，刘梅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你敢说你们是清白的吗？啊！另一边，廖峰见刘梅迟迟没有回他信息，不放心的他立马来到徐鹏家门口，不料竟听见里屋传来了刘梅撕心裂肺的哭喊声。廖峰疯狂地拍打着铁门，而徐鹏听到廖峰的敲门声，怒火更加旺盛。徐鹏虽然气愤不已，但也深知他这副老骨头受不住廖峰几拳，于是便让刘梅出去打发廖峰走。果不其然，刘梅刚一打开门，廖峰就要冲进去教训徐鹏，可却被刘梅拦下。廖峰对此大感不解，都这样了还要维护徐鹏吗？再跟着他迟早要被打死。刘梅却极力辩解说，徐鹏只是喝醉酒了才动手。廖峰一眼就看出刘梅是在撒谎，他不清楚刘梅到底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，他只知道不能再放任刘梅跟徐鹏在一块了。于是他直接拉起刘梅，想将她强行带走，却不料刘梅竟直接朝着他跪了下来。我是好事，当然是我自己的事，我求你别来吵我了。刘梅狠心地推开了廖峰，说两人之间的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，让廖峰不要再管他的事。见刘梅心意已决，廖峰无奈只能愤愤离去。然而他的离开并没有给刘梅的生活带来平静。这晚，徐鹏又借着酒劲对刘梅发难。他先是让刘梅把衣服脱掉，对着她身上的玫瑰刺身就是狠狠一掐。知道疼啊！我就是想让你疼。我费多大劲把你娶到手，可他妈还是个二手货，不知道让人睡了多少次呢？丧心病狂的徐鹏甚至拿起打火机，准备将刘梅身上的纹身烧毁，可却被惊慌中的刘梅一脚踹倒在地，而这也彻底激怒了徐鹏。他当即起身，做事就要教训刘梅，可却因为头部受到重创晕倒在地。刘梅见状，则头也不回地跑出了房间，并给廖峰挂去了求救电话。廖峰接到电话后，马上赶到了约定地点，得知刘梅再一次遭到徐鹏的家暴。廖峰直接将他抱起，塞进了副驾驶座，说什么也不肯再放他回去。可刘梅却还是不愿跟他走。廖峰要刘梅给他一个解释，为什么都这样了还不愿意离开徐鹏。刘梅躲闪着眼神，犹豫了半天，还是没说出一句话来。直到廖峰威胁说要去报警，刘梅这才决定将真相说出来。原来2年前廖峰去北京后不久，刘父的病情就越来越严重。刘梅四处筹钱，把能借的都借了，可还是没办法支付高额的医疗费。刘梅说她那时候也给廖峰打过电话，可彼时的他电话始终处于关机状态，走投无路之下，他只好利用职务之便，挪用了一笔公款给父亲支付医药费。刘梅本想能就此瞒天过海，等有钱了再补上这个窟窿，然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。时任理财小组组长的徐鹏在一次对账时发现了这笔亏空，可他并没有将这事往上报，而是私下里找到刘梅，告诉她其中的利害关系，说一旦这事传了出去，不仅刘梅工作不保，恐怕还要担上牢狱之灾。刘梅一听要坐牢，当即吓得魂飞魄散，恳求徐鹏帮他一把。而徐鹏说他之所以私下找到刘梅，就是为了帮他解决这件事，不过这当然是有代价的。垂涎刘梅美貌已久的徐鹏要刘梅以身相许，这样他不仅可以帮刘梅填上这笔亏空，还能保证这件事不会再有第3个人知道。刘梅本想拒绝，却不料徐鹏又开始改口威胁她，如若不从，等天一亮，这件事就会传遍整个村子。刘梅的父亲危在旦夕，并且他还有一个还在上学的弟弟，此时的他是家里唯一的支柱，他是绝对不能去蹲大牢的。
最终走投无路的刘梅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徐鹏的请求，而因为被徐鹏握着这个把柄，刘梅只能对他言听计从，默默忍受他的一切暴脾气。廖峰听完刘梅的讲述后，是懊悔自责不已，恨自己在刘梅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离他而去。但事已至此，说什么都已经晚了。廖峰劝刘梅赶紧去自首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被徐鹏打死的。他向刘梅保证，无论他坐多少年的牢，他都会在外面等着他出来。廖峰还让刘梅放宽心，弟弟他也会帮忙照顾的。刘梅听后感动不已，当晚就跟廖峰叙起旧来。经过一晚的深思熟虑，刘梅最终决定听廖峰的话去自首。然而徐鹏的一通电话却将他从幻梦中拉回了现实。此时徐鹏正凶神恶煞地站在学校门口，刘梅一夜未归，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什么，于是他决定拿出最后的杀手锏，以刘梅弟弟的性命相要挟，要刘梅立马回到家里。而这一招果然有效，刘梅当场被吓得惊慌失措，准备回去找徐鹏，可却被廖峰拦下。廖峰说他可以马上带着弟弟离开，然而刘梅却早已被吓破了胆，觉得无论他们逃到天涯海角，最终都会被徐鹏找到，而且弟弟正在省重点高中读高3，这时候带他离开，不就是在毁他的前程吗？他是不会撒手的，他就是个疯子。那就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就没有人再要挟你，就没有人再伤害你了。前一秒还在劝爱人自首的廖峰，此刻竟语出惊人的提出要杀了徐鹏，以绝后患。刘梅顿时被这场面吓得怔住了，理智告诉他不能一错再错，可廖峰却不断安慰他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解脱。刘梅最终被廖峰说服，可当他回到家里时，却意外地发现徐鹏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非但没有对自己拳脚相加，反而拉着他到厨房里，当着他的面将所有酒都倒掉，并保证今后不再喝酒，也绝不会再动手。刘梅对此将信将疑，而在往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徐鹏果真不再喝酒，也没再说过一句重话，这不禁又让刘梅心软了下来。在廖峰提出自己完美的杀人计划时，刘梅开始犹豫不决了，不料廖峰却吃起醋来。如果你要真的觉得他戒了酒，你要是能跟他继续过下去的话，好，我走。不，一听廖峰要走，刘梅当即激动了起来，表示就算徐鹏真的变好，她也不可能再跟他在一起了。深夜，徐鹏独自一人醉醺醺地走在漆黑的路上，显然他先前所说的戒酒都是骗人的。而就在这时，他的身后驶来了一辆大车，车上的司机正是廖峰，但可能是因为第一次下死手，廖峰太紧张了，没能命中目标。徐鹏被蹭了一下，滚下草丛，性命并无大碍，但也擦伤了手臂。徐鹏惊魂未定地回到家里，刘梅看到他心里很是震惊，但还是不动声色地端来一盆水给他处理伤口。怎料一个不小心弄疼了徐鹏，徐鹏下意识的就给刘梅来了一耳光。你会不会轻点啊？啊，你巴不得我死是不是？我死了，你就能和那姓廖在一起了啊！话音刚落，徐鹏就意识到自己原形毕露了，他立马低声向刘梅道歉，可刘梅却恶狠狠地盯着他。直到此刻，他才终于意识到，狗是改不了吃屎的。他最后一丝的心软也瞬间灰飞烟灭。随之而来的则是无穷无尽的怨恨。感受到刘梅眼神中的杀气，徐鹏愤怒中又夹杂着一丝惊恐，对刘梅大爆粗口，并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。然而这次刘梅的表情却出奇的平静。第二天，刘梅就找到廖峰，要他赶紧行动起来，他巴不得徐鹏立马就死。廖峰也想赶紧杀了徐鹏，远走高飞，但第一次的失手让徐鹏有了戒备。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都没能找到机会下手，直到刘梅生日的前一晚，徐鹏去省城办事，廖峰得知后，提前给刘梅带来了生日礼物，并含情脉脉地向她保证，自己从今往后都不会再离开她。明天动手吗？明天动手。明天是我的生日，也是我重生的日子。你怕吗？我不怕，明天一过，我就永远摆脱他了。两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，期待着明天的到来。殊不知，屋外正有一个身影鬼鬼祟祟地翻进院子里，来人正是徐鹏。原来他说去省城办事不过是骗刘梅的，为的就是试探刘梅，想知道自己不在家期间，刘梅到底有没有做对不起自己的事。
而听见屋子里的调笑声，徐鹏顿时怒发冲冠，抡起棍子就冲了进来。你个贱人，我就知道你背着我偷人，我他妈打死你们！惊慌之中，廖峰下意识地举起了手中的水果刀，没想到正中徐鹏的腹部，徐鹏应声倒下。虽然无时无刻都想着杀了徐鹏泄愤，但当事情真实发生时，刘梅还是被这场面吓得怔住了。廖峰看出刘梅的害怕，不断安慰着她，可两人都没注意到地上的徐鹏并没有死，他用尽全身最后一股力气，对着廖峰的要害就是一刀。你也别想。徐鹏说完就再没了动静，廖峰也缓缓倒了下去。刘梅哭喊着拨打了急救电话，但两人最终还是因抢救无效双双死亡。三个人上演两段错误的爱情，最终以一种错误的方式结束，不禁令人唏嘘惋惜。